这是他撞死的第28个人，却从没有法律制裁过他，只因为他是一名火车司机。男人叫伊利亚，开了一辈子火车，他已年过古稀，眼看着即将退休，可意外还是来了。当他看见不远处的蓝色汽车时，火车已无法刹住，他迅速搬动手刹，可结果还是惨不忍睹，车上的6人无一幸免。随后铁路公司给他安排了2个年轻的心理医生。伊利亚为了证明自己内心的强大，他完整的叙述了事情发生的经过。6人是一支乐队，他们被我撞得五马分尸，火车头上溅满鲜血，甚至还有1个人卡在了后车镜上。每次火车启动，那个人都不断的冲你抛媚眼。话还没说完，女医生直接恶心吐了，男医生也吓得心脏病发了。伊利亚赶紧上前安慰，随即他就成为了心理医生的心理医生。这天，正在驾驶火车的伊利亚接到一个紧急电话，前面的提示灯坏了，让他减速慢行。伊利亚刚减速成功，就看见前面有个小男孩，任凭他再怎么鸣笛提醒，男孩都无动于衷。无奈之下，伊利亚只能拉下手刹。终于，火车在离男孩不远处停下。伊利亚下车询问原因，小男孩说自己想自杀。看着这个可怜的少年，伊利亚决定把他带回家中。通过聊天得知，男孩名叫西马，今年才10岁，从小在孤儿院长大。在他心里一直认为父母早已去世，可不久前又得知父母不但没有死，并且每年都来看望他，还带来了礼物，只是从来没有想过和他相认。西马伤心绝望，认为自己活着没有意义，于是便萌生了轻生的念头。伊利亚想要把他送回孤儿院，西马说回去我也一样会做出同样选择。伊利亚是一人生活，邻居家也是老2口没有子嗣，他打算收养西马。西马说等自己长大后也要成为一名火车司机。伊利亚说可以，反正自己也要退休了，等到自己去世后，他想开火箭也没有人阻拦。其实伊利亚并不愿意西马像他一样，每天都承受着难以想象的压力。很快西马就长大成人，他一路绿灯考进铁路学院。晚上西马对伊利亚说自己还是想做火车司机，可伊利亚坚决反对，因为他的妻子曾经就是在铁轨上失去生命的。在第2天吃早饭时闲聊，西马这才知道，原来邻居家的儿子也丧命于西马之手。伊利亚不顾西马反对，带他坐上去调度室的汽车，一路上不停地唠叨。这边刚安顿好西马，伊利亚就立马带着美酒找到梅姨，2人饮酒谈心，随后又浪漫地跳起舞来。另一边的西马就没这么潇洒了，一副无所事事的样子，每天浑浑噩噩。同事柳巴看见他的样子，动起了小心思，把他叫到火车头里，准备教他开车。仅仅是简单的介绍一下方向盘和油门，随后就自己跑到一边睡大觉。西马摆弄了一会，火车越开越快，可是柳巴根本没有任何回应。看着前面的红色信号灯，西马赶紧拨通了伊利亚的电话，车速已经达到90迈了。伊利亚让他先松开油门，然后搬动手刹。可西马也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，看着对面的拖拉机，慌乱之中他根本不知所措，竟然选择了开门跳车。第2天，伊利亚找到柳巴，对他一阵亲切的关怀。解决完毕后，就把受伤的西马带回家中。昨天的火车脱轨后还冲出了1000多米，万幸的是最后冲进了森林，否则指不定撞死多少人呢。Niente volito, signore. Ne. Kako si mogao da iskočiš iz voza? Objasni mi to! Mogu si da udariš u banderu, da padaš po točkove, se nabiješ na skretnicu, da od tebe ne ostane ništa! 伊利亚越说越气，甚至还想上手教训一下，还好有一旁的邻居阻拦，与其让别人教，还不如自己亲自动手。其实他也并非铁石心肠，只是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。祖孙3代都是开火车的，俗话说没有撞死过人的司机不是好司机。他和父亲共撞死53人，祖孙3人共撞死66人。每次肇事后，他们都会带着鲜花去墓碑前祭奠。面对死者家属的友好问候，他总是一言不发，因为这种情况说什么都没有用。等西马康复后，伊利亚亲自上阵，先是进行体能训练，然后就是憋气。如果火车掉进水里，你要怎么办？西马回答：我会尽力救出每一位乘客。伊利亚一把将西马按进水中，正确答案是你应该避免火车进水。经过艰苦训练的后，西马即将迎来第1次上岗。一群老司机教父在这里给他加油打气。我撞死过23人，开始会因为愧疚难以入眠，可渐渐的就会发现这其实并不是你的责任。另一个人说我曾经追尾过客车，车上所有人全军覆没。总之，如果你即将撞车，第一反应要趴在车上，否则会有不明物体飞入，不但会引起你的不适，还有可能让你受伤。曾经有位同事就因为撞到一个卧轨的人，飞进来的断手把他的眼睛戳伤了。最后，我们祝你早日拿下手刹。伊利亚独自在家，可他经常会梦见已故的妻子，而这边的西马希望赶紧拿到手刹，可是又希望不要开这样的头。转眼半年过去了，西马依然没有拿下手刹，他变得焦虑，甚至有些失眠，感觉整个人都要垮了。得知消息的伊利亚找到西马，希望能够改善西马的现状。西马已经接近崩溃。Slušaj, ja moram nekog da zgazim. Ne mogu više ovako. Pile kokošku, neću pile, hoću starca. Hoću da zgazim starca na samrti.moram nekog da zgazim。西马心态崩了，问伊利亚：或许你从不在乎这些吧，毕竟你已经撞死过那么多生命了。伊利亚上去就是一巴掌，
他虽然拿下了好多人头，可他的本意并非如此。西马已经接近疯魔，以至于每次路过桥头路口都要下车查看情况。伊利亚为了帮助西马，到处寻找目标。这天，机会终于来了，他看见一个想要轻生的男人，男人警告说这是他先找的地方，劝他死远点。伊利亚说：“我只是想请你帮忙，你可不可以明天下午2点32分再来自杀？我可以付你给100欧元，因为对于你而言横竖都是死，但如果可以卧轨就能挽救我的儿子。”男人听后非常生气，我都要死了，要钱有什么用？你也一把年纪了，为何不自己救他？伊利亚一时说不上来话，于是他穿上笔挺的西装，慢慢走向铁轨，在隧道出口处躺了下来。另一边的西马突然接到电话，因为车速缓慢，需要加速前行，而恰巧柳巴不顾栏杆阻拦，开车想要冲过去，执意要以身犯险。果然不出所料，轮胎卡在了铁轨上，而西马也开车疾驰过来，他努力地拉着手刹，可因为车速过快，还是没能避免事故的发生。最后火车在距离伊利亚不远处停了下来，伊利亚起身问道：“为何突然停车？”可看着火车上的鲜血，他明白了一切。从此西马彻底释怀。最后伊利亚带着西马来到墓地，探望他们一共撞死的35人。人生的意义在于找到值得你发狂的事，并坚持做下去。想做火车司机也好，要做飞行员也罢，只要你想就去做。然而不管你选择什么，父亲都是最为你牺牲的那一个。就比如火车司机，你还没撞死过一个人，你的恐惧日渐浓重，不安与崩溃慢慢袭来。但是你没料到，崩溃的先是你的父亲，他出现冥想，同空气说话，终于他决定了做你火车下的那一个人。他西装革履，神采奕奕，躺在了你即将来临的火车前。为了你的稳定，他真的是不惜生命。